怎么会咬的是他？是我弄疼了你，还是你不愿意嫁我？嫁给你？我的手什么时候这么年轻了？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出嫁这天。可是怎么会嫁给只能再活3个月的裴如妍呢？世子新婚夜怎么生气的走了？如今嫁给他木已成舟，难不成3个月后守一辈子寡？小姐，您和世子圆房了？圆房？没有圆房啊，是半圆房。圆房？只要我尽快生下他的孩子，母凭子贵，我在府中就有保障了。就算他死了也没关系。子玲，快替我穿衣，我要去找世子。找世子道歉？该道歉道歉，该征服征服。圆房。哎，好。怎么软软的，还不疼？你喝酒了？上辈子我嫁过来还没3个月，就听说他是郁郁而终。可若大国公府都是他的，有什么好抑郁的？喝酒伤身。咬我之时，倒不妨伤我。那，你若是还气，我让你咬回来便是。从冷淡到热情，不过半个时辰，夫人就有2副面孔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夫人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今夜是新婚之夜，我想同你在一起。夫人想和我在一起？因为我必须要和你有个孩子。我有公务，今夜歇在书房。哪来这么多公务啊？不就是不想和我洞房吗？我今天就不达目的不罢休。那我就在书房陪你，直到你和我圆房。夫人请自便。我就是有点冷。沈桑年，沈桑年，你就是个小骗子。你听说了吗？世子昨夜在书房歇下了，少夫人新婚之夜就被抛下，她昨夜舔着脸去书房过的夜。都是承安伯府的姑娘，二少夫人的待遇就是不一样。就是，
昨夜翠竹院一夜叫了3次水呀，世子那边竟然1次都没有。我竟不知夫人歇在何处，也要遭你的议论。世子恕罪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他生气是因为被拉踩了，那方面他不会真的不行吧？议论世子夫人，罚半年月钱，自去敛罚。是。走吧，该去给父亲母亲请安了。果然还是因为被人说不行，让他觉得没面子。父亲，母亲，儿媳给公婆敬茶。母亲请喝茶。这丫头究竟有什么吸引如眼的地方，能让她3番4次恳求我上门提亲求娶？茶太烫了，母亲喝不了，你去换盏温茶。他竟会替我解围。母亲请喝茶。沈氏，如今我还在长家，不需你为府中事务劳心。你作为长媳，要早些为允儿开枝散叶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如也留下。当初这门婚事，你3番4次求娶沈桑宁，我才随了你的意。眼下这成了婚，你为何在新婚夜抛下他，去了书房？我怎么？既然娶了人家，就要负责。是他昨晚突然不愿意的。到底为何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昨晚我有公务在身，我先走了。姐姐，姐姐昨晚世子没有和你圆房，这母亲可有为难你？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母亲虽然骂人话难听一些，但是妹妹怎知我和世子没有圆房？贞洁帕已经检验过了，没有问题。母亲更是没有为难我。姐姐，在我面前你就别装了，你圆没圆房我还能不知道吗？那贞洁帕上的落红，怕也是你割破手指伪造的吧？怎么会没有伤口？姐姐，你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若你无法生下孩子，就不可能在宫府立足。这昨夜我跟二郎如此卖力，怕是要早比姐姐先生下孩子了。妹妹为何如此笃定？我自有法子，而且我还知道我的夫君将来一定会有大造化。妹妹怎知二公子会有大造化？难不成你能预知未来？难不成你能预知未来？姐姐，你怕不是那画本子看多了吧？我的夫君那是才华横溢，文武双全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没准之后他还有机会上战场，立功加爵呢。上辈子裴彻确实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，可若非我在后方为他砸钱砸关系，他怎么可能在10年内就做到大将军的位置？沈妙仪只看到了裴彻光鲜亮丽的一面，却看不到我在背后的付出。算了，我跟姐姐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反正呀，这世子是不会有子嗣的，你就等着守完活寡，守死寡。你怎能如此不敬长嫂与兄长？你敢打我！嫂嫂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何打我夫人？二郎，妙妙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竟让姐姐如此动粗。淼淼无辜柔弱，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嫂嫂。裴彻，上一世为了辅佐这纨绔成为大将军，我劳心费力，外人看我光鲜，实则落得一身病痛。这一世终于摆脱。他诅咒子嗣，不敬长嫂，院中所有人都听见了，如此口无遮拦，
日后若是闯下大祸，我不仅打他，还要罚他抄《道德经》100遍，小惩大戒。淼淼就算说了，也只是一时口误。嫂嫂罚了这么重，可谓斤斤计较。二弟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长嫂，长嫂如母，难不成国公府的规矩是不敬长辈？不敢。那就听嫂嫂的，我替你查。要尊敬长嫂。夫人在高兴什么？我在高兴嫁给你真好。夫人，当真这么意外？哎，嫁给你当长嫂的感觉真好。夫人先回青云院。你又去书房？你今天不是休沐吗？为何不回青云院休息？而且你还没用早膳呢，不吃饭也不休息，什么身体经得起这么折腾？我还想你多活几年，跟你有个孩子呢。不必管我。哎，裴如眼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既然讨厌我，又为何要娶我？你娶我，又为何不与我同房？你是不是不想负责？我不尽责。昨夜你骂我混蛋，我哪像你的新婚夫君，倒像是逼良。昨夜我不是有些害怕吗？我给你道歉。不接受。裴如眼，你若不愿娶我，为何在新婚之夜与我共度？昨夜我同你说的话，你不记得了？难不成我重生前他说了什么？你说什么啦？没什么。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昨晚已经回答过了。昨晚我兴许昨夜睡糊涂了，这才不记得。要不你再说一次吗？晚上不必等我。怎么这么别扭啊？真难伺候，看来还得再想想办法。紫菱，回房吧。小姐，哎，你还有一只耳坠呢。不小心掉了吧？小姐，你与世子的关系这么僵持下去，奴婢担心日后回门，世子那边不好说话。他肯定不会跟我回门的。上一世他因为公务繁忙，也没陪同沈妙仪回门，这次也定不会陪我回门。啊，那小姐岂不是又沦为笑柄了？嘘，谁敢笑话世子夫人？好了，不用再自寻烦恼了。紫菱，你去帮我办件事，你去善草堂买一股春日饮来。小姐，这可是春药啊！小点声啊！我马上去。世子，沈叔，后日夫人回门，你按照礼单去把回门的物件准备齐全。世子，只送礼品吗？您不陪少夫人回门，少夫人那边会不会生气啊？你先去置办。是。看来他真的不记得了。父亲，我看呢，您就不用等了。这今日回门，世子殿下是不会来的。回门这么重要的事，世子怎么不来呀？这还不是因为姐姐，她这新婚之夜得罪世子不说，还没脸没皮的追到了书房，惹怒了世子。什么？他竟然得罪了世子？他怎么敢的？父亲，
这现在京中呀，已经人尽皆知了。您若不信，等姐姐一会儿来了，您便知晓。桑宁，世子呢？世子休沐今日结束，公务繁忙，故没回来。回门这么重要的事，就算公务繁忙，也会陪你回来的。我看正如你妹妹所说，定是你得罪了世子，她才不愿来的。父亲，姐姐，我看呢，你就不用解释了，一定是你得罪了世子，不然这为何世子人没来，连个回门礼都没有，就这样让你两手空空？哪像我家二郎，可是带了很多珍贵的礼物陪我回门呢。出嫁前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出家从夫，你这倒好，新婚夜就与世子闹不和，是诚心让我们沈家蒙羞吗？我没有你这样不知羞耻的女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撤！撤！吁！抱歉，夫人，我来迟了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六部无事，我来陪夫人一起回门。他竟放下公事陪我回门。为了备礼来晚了些，想岳父不会介意吧？啊，都是小女不懂事，世子可别见怪啊。这怎么可能？还有，我和夫人二人之间的事情，容不得他人多嘴，望各位周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上辈子裴如言以公事为由，不陪我回门，害我被父亲训诫。怎么与沈桑宁成婚后，他就推了公务都要陪他回门？夫人家的多嘴，贤婿可别放在心上。既然来了，就先进去吧。苗苗，你不是说沈桑宁不受世子重视吗？害得我刚刚丢尽了脸面。父亲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这姐姐确实不受世子待见，不然姐姐为何大婚之夜随世子去了书房？我看呢，是他怕今日不来丢了国公府的颜面，这才勉强陪姐姐回门的。父亲，女儿说的都是真的，大家都知道。这姐姐啊，新婚之夜舔着脸追去了书房，丢尽了沈家的脸。新婚夜就被嫌弃，她根本就不配做我沈家女儿。一会儿我得替世子好好训训她。还傻站在那儿做什么？难道这就是沈家教你的规矩吗？回门该拜见父母的，还不赶紧来敬茶？老爷，罢了，我们受点委屈没什么的，毕竟人家如今是世子夫人。我还是他亲爹呢，还不赶紧过来！小婿和夫人自是要给岳父、岳母敬礼，让贤婿见笑了，都是小女不懂事。桑宁，赶紧过来拜见父母。我说的不是柳夫人，而是桑宁的亲生母亲。裴如言怎么会帮沈桑宁撑腰？岳母亡故多年，自是喝不上这盏茶。按道理，我与夫人应该进祠堂给母亲敬香。祠堂在何处？母亲的牌位在我房中，不在祠堂。父，这是何物？桑宁的娘出身商贾，我们伯府没有商贾之女入宗祠的先例。您的原配正妻竟不配入祠堂？还是说我岳母配不上你的沈家？
鲜血哪里的话，国公府世子的岳母的灵位，自然也能进宗祠。今天就进，今天。父亲，不必了。母亲常年与我作伴，想必也不屑在沈家祠堂。沈桑宁，你如今成了世子夫人，连父亲的话也要反驳了吗？既如此，我们将母亲的灵位带回世子府，可好？好。上辈子我为了将母亲灵位接走，想尽办法，拼尽全力，可最终无可奈何，从未能想过此生能将母亲灵位接走。不可！怎可将桑宁母亲的灵位放在你们夫妻房中？这不行！岳母的灵位，我自然不会放到我与夫人房中，我会将岳母的灵位供奉到国公府。兄长，这不合规矩啊！再说了，父亲和母亲也不会同意的。是呀，这姐姐的生母怎么配？父亲和母亲那边我会去说，至于规矩，夫人的母亲亦是我母亲。孝道就是规矩。岳母只有我夫人这么一个女儿，既然她在你们夫家遭受排挤，那我这个做女婿的也该孝顺一样。岳父不会不同意吧？当然同意。多谢。我们接完娘就回家，我想在这里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。沈桑宁真是烦了！岳父消消气，我兄长就那脾气。喝茶，喝茶。你不是说沈桑宁不得宠吗？我看着一点不像。早知道你不如嫁给世子，多么风光无限呢！哎呀，娘，这个沈桑宁啊，她只是一时风光，过不了多久，她就会守活寡了。况且她也生不出来孩子，待日后我为国公府生下长子，成了那国公府的主母，就一定会让她在我的手下生不如死，还想让她那死了的娘入了国公府的祠堂跟娘争。到时候呀，把她娘的灵位劈了，给您当柴烧。二郎，真没想到让你看到这样的一幕。妙妙在这么复杂的家庭长大，还如此娇软天真，可真是惹人怜悯。二郎，有你真好。这是我幼时从金陵带回来的，我父亲不喜欢这些东西，出嫁时我就没带走。但现在不用在意他的感受了，可以把这个带走了。好，今天吧，谢谢你陪我，也谢谢你为我母亲出头。陪你回门，替你出头，本就是应该的。母亲的灵位进府中祠堂，国公府。你不必担心，父亲母亲那儿有我想办法。那我们要不要聊聊子嗣的问题啊？夫人是真喜欢孩子，还是想让孩子巩固地位？你对我毫无感情可言，显然是后者。那我现在便可告诉你，子嗣一事不用着急，你也不必想着用子嗣巩固地位，我也绝不会纳妾。可是我着急啊！岳父不爱岳母，夫人在家过得幸福吗？你冒昧了。我只是觉得感情不睦，不是非得要孩子。你想要孩子巩固地位，可有想过孩子的感受？可世上的夫妻大多受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
难不成都不生孩子？再说了，国公府门第高，孩子出身好，你我又是好父母，难不成还能委屈了孩子？不是委屈，是我不愿。你不愿？那你新婚夜还碰我了，我脖子都让你亲红了。那是因为世子，少夫人，国公府到了。今日起，我都会住在书院，你不必再寻我。那怎么能行？不相爱就不能生孩子，那你得活过3个月呀！今晚就下药。虽说用点药手段下作了些，但是正经夫妻用点药怎么了？紫菱，将那春日饮给我。少夫人，你确定是今天吗？你前几日还磨刀霍霍的，怎么今日就害怕了？这2日奴婢听说了很多事情，他们说世子平日里看似温和，实际御下严苛，不容犯错。严苛是好事啊，严厉些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不过我又不是他下属，这与我有何关系？天色不早了，你去请世子过来吃饭。若是他不来的话，你就同他说，我有件无关子嗣的大事，同他商量。这菜都热了一遍又一遍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架子倒是挺大的。马车上的不欢而散，不会真的跟我划清界限了吧？要不我亲自去请他来？我正打算去寻你呢。马车上，夫人可不是这般好脾气。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嘛？若不是需要你给我个孩子傍身，我才不愿热脸贴你冷屁股。说吧，夫人要同我商量什么事？先吃饭，吃完再说。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以他的性子，主动跟我献殷勤，就不是什么好事。夫人叫我前来，不会就是看我吃饭吧？我吃，我也吃。是不喜欢喝吗？他也不挑食，总不能是知道被下药了吧？这莲子汤我亲自熬了很久，都快凉了。你今日帮我，我想感谢你。你说的话我也细细的想过了，夫妻之间感情好了，对孩子也是好的。我想先同你培养感情。你，尝尝吧。世子，不可！莫不是下药被发现了？少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世子他对莲子过敏，又是吃了一颗莲子，昏迷了2日呢。什么？过敏？哎，行了，退下吧。是。你刚刚为何不同我说你对那莲子过敏？夫人，我……你是不是不愿同我生孩子，故意不告诉我你对莲子过敏，好以此为理由都避开我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知道你是因为婚约不得不娶我，我一再退让，我只想同你有个孩子，好在府中有个依靠。可你为了不愿与我同房，居然宁愿昏迷的地步。我已向你保证不会纳妾，非得要个孩子才能保证吗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你
你何必如此疾言厉色？谁家娶妻回来，只是做个花瓶的。好，那我就不在这里碍你的眼。你对我如此冷淡，我怎能相信你说的话？少夫人，世子怎么走了？我看他面色不悦。他不悦，我还不悦呢。怎么这般热？少夫人，这可是春日饮啊，春药啊，你怎么全给他喝了？这不是清热的药吗？奴婢害怕被人发现，就把春日饮分装换到了清热的药瓶里。什么？这可是猛药啊！我去找世子。不行，方才刚同他吵了一架，你去找他，他会怎么想？去帮我备些冷水，再去外头买个能解药的小玩意儿回来。去。少夫人，你怎么样啊？你要解药的小玩意儿给你买回来了。你把东西放床上，出去把门关紧。为了少夫人的安危，我还是去找世子吧。世子，少夫人她不小心把春日饮给喝了，您快救救少夫人吧！什么是春日饮？能圆房的药。春药。春药。绑着丝绸的2个铃铛，这就是紫菱找来能缓解春日饮的小玩意儿。可是该怎么用啊？夫人。谁？紫菱，是你吗？世子，怎么是你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也算万种风情，是非良缘，谁能有幸从此终身？最想动情的人，过去的人，为人好热，好难受。你要做什么？好热，这衣服怎么脱不掉？别动，看清我是谁。真俊，我最喜欢夫君。沈桑年，你说你喜欢谁？喜欢你啊，我的夫君。当真喜欢我？你从不会拿我撒气，也不乱喜欢别人，而且还会替我出头。最重要的事情，自己会升官。是你好烦，
我也算万种风情，是非两人。谁能有幸错付终身？最先动情的人，我去离人。好热，好难受。为云尘，我爱你，苍凉双眼，明月星辰。不远万里，口入心门。一个孤僻的春，摘花。你中了春药，脑子不清醒，不宜做此事。不做此事，怎么生孩子呀？其实那个春药是给你准备的，还准备了许多，放在床头的柜子里了。一次不行就2次，谁让你不跟我圆房呢？生孩子，下药。沈桑年，原来你说的做的全是算计。来人，倒盆凉水来。放这儿。世子好凶。这不是我幼年时在金陵外祖家布坊制作的一匹帕子，你怎么会有？这帕子是昨晚水被打翻了，弄湿了衣衫，随手从你屋内找来处理的。哎，等等，夫君，昨晚我那样不堪，你为何还是不愿与我同房？你说为何？这就是为什么。夫人为了同我睡觉，真是煞费苦心。春日隐，你怎么会知道在那儿？这可是夫人昨晚亲口告诉我的。你为了跟我生孩子，巩固府中地位，竟想到如此下三滥的手段作践自己。你既已知晓，我也不做狡辩。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对你用药同房。可这事也没成啊！没成，不代表没有这件事。你何必如此生气？你我本就是夫妻，用些药，最多是情趣罢了。再说了，你对吗？你孑然一身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而我在府中只有一人。我想要个孩子，有错吗？若不是你不愿与我同房，我会用药吗？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还说我下贱。只有一人，你还是不信任我？这样糟践自己，简直是不知悔改。这件事就这么让你生气吗？你好好说话，何必弄伤自己？我身侧不缺虚情假意惯坏的人，夫人不必假好心。你说我虚情假意？你在我床边坐了一夜，就是为了拿这个药来对我兴师问罪。好，你既认定我对你虚情假意，你大可离开，以后两不相见。好，两不相见。若你只是为了给我生孩子，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圆房。既然如此，当初何必娶我进门？少夫人，你又跟世子吵架了。昨晚世子给您擦身子，照顾您一晚上没怎么合眼。你说他照顾了我一整晚？
可他宁愿纡尊降贵照顾我一整晚，都不愿与我同房。少夫人，奴婢这2日和国公府的小伙伴们混熟了，听说了关于世子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是关于世子的桃色暴力事件。听说啊，世子16、17岁时心目一小姑娘，还临摹了画像，结果这画像被一小厮看见了，世子当场发火，就把这个小厮发落了。那姑娘是谁啊？世子爱慕小姑娘的消息传到国公爷耳里，他把世子好一顿训斥，还把画烧了，硬生生断了世子的念想不说，还警告世子，若再想着那姑娘，就让他全家吃不了兜着走。上辈子怎么没有听闻过此事？你确定有此事吗？奴婢听府中老嬷嬷们说的，不过没人知道这小姑娘是谁，据说家世不显。莫非裴如眼不愿碰我，甚至前世不愿碰沈妙仪，是为这爱慕的女子守身？少夫人，如今您没有子嗣傍身，又总与世子吵架，若世子不庇护着您，这国公府都不是什么善茬。您才刚过门，这以后的日子不好受。吵架还好，可若什么时候裴如眼突然离世，而我还没有孩子所依傍，那才难在这府中度日呢。唉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哎，子玲，你去帮我打听清楚，我好做一番筹谋。也不知道子玲打听的怎么样了。至于裴如眼，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圆房。他定是不会再来了。可我还没怀上子嗣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你怎么来了？燕儿，你要知道，媳妇儿把岳母灵位带回夫家这种事儿从无先例。你若执意如此，便让沈氏来见我。母亲，这是我的意思，一是我的责任，岳母无子，作为女婿，也应该担起为人子的责任。岳母被伯父所弃，倘若岳母如今还在世，也应该将她接入公府，老有所依。而岳母早亡，若我裴氏祠堂，又有何不可？你这般，仅是为了你夫人？只是尽孝。罢了，你有孝心本就是好事。身为世子，品性纯良，往后家族重担交给你，我也放心。多谢母亲。等等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彩云，府中多年无新生，如今已成婚，作为长房嫡子，更当做表率。往后你每月初1、15、20要去沈氏那里过夜。你若不同意，这灵位就不允。是母亲让我来的，往后每月初1、15、20，我都会歇在狱中。刚还苦恼想着如何找个台阶下，如今母亲这可是帮了我大忙。1月来3日，我得抓紧机会早日怀上孩子。你若不愿，我愿意。今日就是15，你明日还要早起早朝，我们不如先就寝吧，总有机会睡到你生孩子，先稳住你再说。我保证，绝对晚上乖乖睡觉。啊！什么东西硬硬的这么硌人？什么东西这么软？那个，莫要再玩这些东西，都丢掉。还是说你不想丢？丢，都丢掉。
我平日不玩这个，昨日是因为吃错了药，还有那药原先也丢掉了，这只是个误会。你昨日说的话可是真的？哪句话？你说你喜欢我？他心中已有倾慕女子，我也保证守规矩，只是同情。因睡他生子的事情已得罪他2次，想来是在试探我的心思，我不能表现急切，让他更加防备。可是真的？啊，我昨夜吃错了药，睡糊涂了也胡言乱语，莫要当真。好，糊涂了，就当我没听见。怎么又生气了？算了，明日再从长计议。世子，该起了。夫君早啊。夫君，你我是夫妻，我认为不应该只是每月3日通寝，即便是不同房，也不该分房睡。每月的3天，我自会前来，你不必心里总挂念此事，反而忘了自己说的话。要不是要跟你生子，我才不会热脸贴冷屁股呢。恭喜少夫人，贺喜少夫人，终于拿下世子芳心。昨晚没有同房，前路坎坷，多有险阻。紫菱，你去把床角那小玩意收好，拿去扔了，别让人看见。奴婢明白。夫人放心，还有4日就20了，到时候世子还会再过来。还有4日就是20了，过几天裴如眼就要出府治理水患的事。我怎么把这事忘了？紫菱，你快去书房找一下治理水患的书籍来。少夫人，你要这个做什么呀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哎，快去啊！这一次一定要生下长孙。主子，你一直让我盯着青云院，昨夜世子在青云院歇着了，还叫了3回水了。什么？这裴如眼不是不行吗？沈桑宁万万不可怀孕。主子，别急，虽说是叫了3回水，但您瞧，这都是我在青云院捡来的，都是同房助力用的小玩意儿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裴如眼还是不行呀，还需要借助外物圆房。世子行不行尚未查证，您怎会如此确信？我听婆子们说，老夫人给世子定下每月初1、15、20去少夫人房中，过2日就是20了，世子肯定还会再去的。等等，你说过2日是1月20？是啊。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
这次水患我提前准备，囤好大米，岂不是能一跃成为这京中首富？沈桑宁，天助我也！这一世你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，任我践踏。拿上，我们去沈桑宁那儿。是。你来做什么？姐姐做事竟如此不小心，幸亏是被我捡了去。这要是被旁人捡到，怕不是整个国公府都要知道姐姐跟世子要借助外物了。我竟不知妹妹如此爱听墙角。你以后呀，这既无权钱在身，又无孩子在手，可我的夫君日后必成大器。姐姐，过几日，若是你吃不上饭来跪求我，可别怪妹妹今日没有给你讨好我的机会。你去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买米。主子，你确定要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仓库囤大米吗？但是咱们嫁妆账上没多少了，我担心。让你去就去，当我赚钱有你好果子吃。是。扬州水灾，浮尸遍野，米价疯涨。此时我不赚钱，更待何时？少夫人，方才我见素云鬼鬼祟祟出府，以为是要办什么大事，跟了一路，发现她进了城内多家米店。二少夫人买那么多米做什么？买米？莫非是因4、5日后扬州水患，此时囤米，届时高价售卖？神庙一竟心黑到连这钱都赚。紫菱，你快去查看他们之后还要做什么。嗯，好。让你去买米，怎么买的那么少？主子，嫁妆的钱都花光了，连柳姨娘给的提起钱也没了，我们已经没钱买米了。什么？二郎，我最近缺银子用，我盘算了一下，大概缺个7、800两，你可否从府上支一些给我？这本来是有的，可是母亲最近要举办赏花宴，邀请了京城不少官宦人家，开销大，银钱吃紧得很。要不你再等等。我可等不了，赏花宴这是一笔大支出，府中账上支使多少钱财都有理由。若是我来操办，府中钱财岂不随我用？夫人，那我帮母亲办赏花宴。你要入宫？有事要与陛下商量。哎，等等！我突然同他说水患一事，他定不会相信。可我若不说，水患发生再去治理就晚了，怎么办？夫人，今日还不是2时。我知道，我有别的事情要同你说。过几日，扬州会发生特大水患，冲破堤坝，毁坏家田，饿殍遍野。这时节，江南水患少有，连朝中官员尚未得到消息。夫人是从何得知到消息的？还是说夫人会预卜先知？裴如言本就审慎敏锐，该如何解释才能让他相信？我自幼在金陵长大，见过类似的事情。因为少有，所以容易被忽视。有1年水患没有得到及时防护，就导致死了很多百姓。夫人，帮我准备笔墨纸砚。陈中书侍郎裴如言，冒死进言陛下，今观江南目下虽安然无恙，
燃往昔水患之剑，查诸多隐患，预感水灾将至。你信我？可若是水患未发生，这便是欺君之罪啊！只要是你说的，我就信。与其被说欺君，那也不能冷眼旁观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亡，流离失所。更何况如你所说，若不加速防范，恐酿大祸，悔之晚矣。夫君，这是我几日翻阅书籍，研究了许久，就以这金陵举例。是风动，还是风动？轮回难道就不同？你是我身外，我白云卷去来。夫人，我想到了治水的法子，不知夫人是怎么想到这治水的法子？裴如也，这是上辈子你研究出的方法。只是当时你接手处理水患的时间已晚，也严重到无法控制。夫人，幼年在外祖家，每逢水患就听到他们治水的方法，便记下了些。按照你这图纸所说，依金陵这地势是北靠群山岩岭，南连阔源，非但可保堤坝无虞，免遭冲毁之患，还能使缺水之地享水利之福。夫君，你自小在京城长大，怎么会对金陵的地势如此熟悉？幼年曾与重要之人在金陵久待过一段时日。重要之人，大概是心悦多年的那个女子吧。夫人幼年在金陵外祖家，可有什么深刻的记忆？我自幼顽皮，府中姐妹都不愿与我相处，整日也就和织布房的婆子们打交道。深刻记忆便是织布房了吧？没有其他的吗？都过去许久，我哪记得清啊？他果然把我忘得彻底。夫君，你与那重要之人在金陵可有深刻记忆？小叫花子不会说话，快来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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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，走开！不许欺负人！你都走开，走开！跟我走吧，我保护你。夫人，不该进宫，乘走圣上。是因为我提及他喜欢的人，让他觉得我多管闲事，不开心了吗？夫君，即便是欺君大罪，我也与你一同承担。此事因我而冒险，你我本是夫妻，理应荣辱与共。夫君，我等你回家。裴如也，我虽无法全然预知这一世是否会降临那场毁灭性的水患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身边，不离不弃。13妹，你忘了我也没关系，哪怕你这辈子都不会爱上我，我都会守护你，一世平安。姐姐，怎么见着我转身就走了？知道我不想见到你，还往我身边凑。姐姐，你对我这么有意见，不会是因为母亲越过你，把这赏花宴交给我负责吧？我知你心中有气，可是架不住这母亲她就是喜欢我呀。
你知道，母亲向来一碗水端平。你不知道当日母亲便让她身边的嬷嬷把库房钥匙送来给我了吗？还特意叮嘱我，让我好好学会如何管家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母亲让我学会好好管家。不过是公府的钥匙罢了，又不是你的个人钱财。哼，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子，几日之后，我便会成为这京城中最有钱的人。到时候，我的钱买下整个国公府都不在话下。沈妙仪，这钱你花的良心过得去吗？沈桑宁，你给我等着！上一世裴如言水患治理不当，不仅自己入了大狱，还牵连我一道被惩处。这一世你也逃不掉，5日之后的赏花宴，你就等着跪下来磕头求我，放你一条生路吧。老儿媳妇儿怎么还不上席啊？这是什么？全米宴？今日赴宴，本以为能品尝到珍馐美馔，未曾想是如此寒酸之物。难道国公府就是如此待客的？是啊，国公夫人，今日来的哪位郎君不是在朝为官？您这宴会上全是米，岂不是太丢人现眼了？老儿媳妇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全米宴就是珍馐美馔，今日后水灾马上就要蔓延到京城，到时候米价如金，这等全米的宴会，京城绝无第二个人能办。确实听说南方有水患爆发，我记得前朝水患爆发，白米一夜之间涨了数倍，竟然只有宗室人能吃。若当真如此的话，这宴会确实珍贵。二夫人，我家没来得及买米，我看这包裹里都是米，我能拿走些吗？自然。二少夫人果然大方，怪不得国公府不让世子夫人举办赏花宴，而是交给了二少夫人。国公夫人果然有个好儿媳呀！老儿媳妇儿这次做得很好。我和姐姐一同入这国公府，我办了赏花宴，姐姐也有事情要做。我听闻她已经让世子进宫，至今都有5日未归了。老儿媳妇说的可是真的？燕儿进宫5日未归？母亲，世子入宫确实5日未归。母亲，我听闻还是姐姐主动撺掇世子去治水呢。这现在可倒好，这水患未见解决，世子也有5日未归了，连个消息都没有。这说不定是治理不当被皇上惩处，现下已经入狱了。我朝从未有过臣子入宫5日未归的先例。前些个月我听说有个大臣入宫3日未归，结果被抬了出来。这裴世子进宫5日之久，这怕是凶多吉少啊。照这看来，那裴世子莫不是已经被下了大狱？都说娶了贤德之妻，如虎添翼。你们看裴二公子，虽平日顽固了些，但这二夫人倒是心细，还提前考虑给我们送米。裴公子娶了她呀，往后少不了家宅兴盛。是啊，看看世子夫人，竟然撺掇着世子惹下大祸，真是让世子倒霉。这姐妹俩真是天差地别，一个似那福星为丈夫添福气，一个像那个扫把星就是为丈夫添灾。老大媳妇儿，你怎能如此莽撞，让燕儿去治理水患呢？都是承安伯府的姑娘，行事你怎么就不起老儿媳妇半分？还好去了苗苗为妻，若是当初去了这毒妇，今天要被降罪惩处的可就是我了。母亲，夫君入宫治理水患，确实是我让他主动去的。但是心系百姓，何错之有？如今水患肆虐，万千百姓流离失所，世子身为朝廷命官，更是应尽的责任。救百姓危难，何错之有？为陛下分忧，何错之有？有好的方法能够减少生灵涂炭，非要眼睁睁看着灾难的发生吗？倘若世子真的因为治理水患而被惩处，他为百姓所做的这一切，足以名垂青史。哪怕
是要他的性命做抵偿，他也是死得其所，他的一生也是有价值的。我作为他的妻子，哪怕因此而受到惩罚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心怀百姓为圣上分忧，此等言论较之于朝堂百官一毫不逊色。世子夫人实在是深明大义呀。世子夫人这话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啊。就她为百姓的这份心，也是值得敬佩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能被姐姐的一番话给迷住了。这姐姐这么做，将我们国公府置于何地啊？母亲，你想想，姐姐现在一门心思都想成为治理水患的大英雄，却是拿我们整个国公府的安危作为赌注。这若是世子治理不当，被皇上惩处入狱，岂不是连累我们整个国公府？他现在是拿我们国公府的安危做赌注呢。老二媳妇说的不无道理。老大媳妇儿，你怎么能如此不顾全大局？母亲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公府好啊，救百姓也是为了国公府积福。倘若为了一时的安逸，眼睁睁看着百姓受苦，这不仅仅是国公府的耻辱，更是世子的遗憾啊！沈桑宁，你还敢狡辩？身为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你的丈夫不仅仅是你的丈夫，他还是国公府的希望。为了所谓的拯救百姓，连带着把整个国公府都推到了悬崖边上，还敢说是为了国公府好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！来人，是时带到祠堂去跪着。上一世宫中传来惩治裴如眼的旨意，我连着一并被惩处入狱。沈桑宁，上一世我所受的痛苦，这一世都会落在你身上。等等，若是现在把他送去祠堂罚跪，等会儿降罪旨意传来，还如何像我上一世那么丢人？且慢，老二媳妇儿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母亲，现在就让姐姐罚跪祠堂，似有不妥。我知你心善，但这是母亲的吩咐，莫要阻拦。这个女人，平日里总是心怀叵测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惩治她，你却不让。二郎，你想呀，这姐姐此次的行为虽然自私，但宫内也并未降下明确的旨意。为了国公府着想，咱们还是严谨些好。亮亮，你说的对，还是你识大体，不像有些人只知道莽撞行事。沈妙仪，你少在这儿惺惺作态。姐姐，我这都是在为了你说话，你怎么能对我如此？母亲，不管这世子有没有成功的解决水患，这宫中肯定会派人传来消息的。万一这世子真的解决了水患，我们现在就已经将姐姐罚跪了祠堂，这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觉得我们国公府失了偏颇？况且现在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们要为国公府的声誉着想呀。老二媳妇说的不无道理，国公府声誉万分重要。沈桑宁，这辈子你就等着被我踩在脚下吧。水患爆发来不及控制，圣上降旨惩处，全国米价飞涨。届时我不仅会成为京中首富，在公府的地位会更加稳固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世子他解决水患了。水患解决，裴如也没事便好。那怎么可能？那米价呢？米价还和金价一样贵吗？二少夫人，您在说什么呀？京城的米价肯定是正常的呀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水患得以解决，那米价可不就正常了吗？国公府是把我们当猴耍吗？二夫人不是说得知可靠消息，水患定不会解决？简直毫无体统！我们这些世家在京城也是有一定地位的，若是不想设宴款待，何须如此行事羞辱？你没事吧？国公夫人，你身为当家主母，二少夫人做出如此上不得台面的事，你当真半分不知？你，我还对你高看一眼，今日简直把我的脸给丢尽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水患怎么可能被轻易的治理？天降灾祸，粮食短缺，饿殍遍野，死很多人才正常。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不都白费了吗？
妙妙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沈妙仪，你竟然会有如此恶毒的想法，居然想看到灾祸横行，恶殍遍野，踩着百姓的生命达到目的。你这样的人简直没有人性！国公夫人，今日之事实在让我大开眼界。本以为你公府家教森严，没想到竟出了个这么不知羞耻的媳妇儿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是啊，国公夫人，你作为主母和婆母也确实失职，这让我们大家以后如何看待国公府？有这样的媳妇儿做出如此自损根基的事情，那国公府今后怕是要被她拖累了。你还有脸说出这种话？你竟敢以一己私欲，做出囤米盼水患、发国难财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你究竟是想要干什么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他，一定是他！你是他的婢女，你是在帮着他说假话！你还狡辩，还敢推卸责任！母亲，母亲，你信我，你信我！世子至今未归，若是他有功，那圣旨早就到了呀。可现在圣旨还没到，这说明他一定是受到了惩处，一定是姐姐怕你惩罚他，所以故意构陷我的。圣旨到，一定是惩罚的圣旨到了。沈桑年，你就等着死吧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关扬州水患发生，民生多艰，幸有能臣裴如也与其夫人沈桑宁，洪水肆虐之前早有准备，规划治水之策，修堤固坝，这一世裴如也终于赶上，抢先救下千万百姓性命。为什么不是降罪的旨意？大胆！你这夫人竟如此无礼，竟敢强抢圣旨！沈妙仪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这个蠢货！想让我们全家人都陪着你获罪吗？朕是欣慰，也希望天下官员皆能以裴如也、沈桑年为榜样，心怀百姓，上报君恩，下抚黎庶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裴如也明明错过最佳治理水患的时间，我的钱，我的大米，这怎么可能？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沈桑宁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害的，是你让我变成今天这样，我一定会把你踩在脚下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沈桑宁，劳烦公公跑一趟了，今日弟媳身体不适，胡言乱语，让您见笑了。多谢公公，今日之事，还望公公海涵。无碍，这位便是世子夫人吧？国公夫人娶了个好儿媳。圣上此次更是对裴世子轻言有加，夸赞世子夫人德容兼具，赏赐随后便会入府。咱家还要回禀圣上，就不多待了。瞧瞧，这二少夫人如此失礼，真是丢人，真是太不知羞耻了！天子脚下竟如此胡来，国公夫人也是，怎能容得下这样的媳妇在府里？方才还觉着二夫人细致，能登得上台面，如今这么一瞧，和世子夫人相比差远了，真是让国公府丢尽了脸。来人，把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打上10大板！沈桑宁，不是因为你我才会变成这样，你给我等着！母亲，妙妙身子弱，经不住这样的，你就饶了她吧。彻儿，你连好坏都分不清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来人，把二少爷拖走，把二少夫人带到祠堂，关禁闭。主子，为什么水灾没有发生，我反而被打了，关了禁闭？沈桑宁人呢？世子和世子夫人回乡祭祖了。回乡祭祖就是裴如眼的亡命之时。沈桑宁，你终究要走我的老路，嚣张不了多久。哼，祭祖，
对，素颜，水灾发生之后，不是有人特别讨厌裴如眼吗？赶紧把回乡祭祖的消息透露出去，包括准确位置。是。沈氏，府中添丁是1等1的大喜事，如今你和眼儿成婚多日还没个动静，确实不像话。5日后回乡祭祖，眼儿公务忙，你必须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有孕。家族传承至关重要，长孙地位不言而喻，嫡孙更不用说。莫要让我失望，更莫要因子嗣一事损了府中名声。是，母亲。唉，嫁过来也快3个月了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这次回乡途中，我必须抓紧时间和裴如眼圆房，在意外来之前有一个孩子。夫人，床铺都已收拾妥当，怕您睡不好，我还特意多垫了一层褥子。子令，这里竹子颇多，定有竹笋和兔子。咱们今晚就吃竹笋和兔子加餐。你去准备些工具。好。婆母可是派人盯着，今天晚上咱俩可必须睡一间房。我睡眠前，我要主子，有些公务要您处理。我睡眠前没有乱动，我睡觉老实得很呢。不过只要睡在一起，就有机会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到时候我这里摸摸，那里碰碰，就不信你对我没感觉。这么久都没找到兔子，天色已晚，算了，子令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哎，是兔子，我和子令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到，你们这是从何而来的呀？是世子，他想办法，好不容易给你打回的兔子。多嘴！你那么凶他干嘛？你前段时间呢？治理水患，操劳忧心，野兔最补身子，多吃些。他竟是为了我，养好身体，也好多活些日子。夫君，你等等我。夫君何故如此紧张？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夫君，良辰美景，莫要如此担忧。夫人，我俩已做君子之礼。夫君，母亲特意叮嘱我说，要好好和你培养感情。先前你也这般说，这段时日正是好机会。难道你不想跟我培养感情吗？夫君，你我夫妻之间床地之事，你无需特意避让，更无需忍耐。夫人，这种事情要两情相悦之人才会让彼此都舒服。怎么脚下软软的？你都没试过，怎知舒不舒服啊？夫人，总之培养感情不靠这个。那靠什么？踢床干嘛？我住上，床下有刺客。
刺穿啊！拿命来！少夫人放心，我们保护你。紫菱，你小心！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他！宁宁，本来想等你们熄了灯再杀了你，没想到你一直在恩爱。我就想啊，你们行房事实再动手也不迟。可没想到我都等着急了，你们就是不干正事。裴世子莫不是柳下惠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想要什么？拿钱办事的人。裴世子，你就不应该管朝中的水患之事，影响了别人的财路。朝中有人看不爽你，你别动他！你若伤到他，我要你全家陪葬！他们都退下！好，全部退下。你若想活命，现在放了我，竹林四通八达。你若放了我，他们不敢杀你。放你，他们定会朝我放箭。我有你这么好的人物垫子，怎会轻易放了？我一向守信，我不会让他们放箭的。裴世子，我看你们夫妻恩爱，我不忍杀你妻子，可我也不好空手而归啊。你方才问我想要什么，要你的命，你给吗？裴如言，你别信，他没想让你活。找死是不是？裴世子，你最好快些做决定。好，你先放了他，撕断手臂，看个诚意。别动他，我答应你。他已经为我舍命。世子，死吧！裴如言，你这么为了救我，你值得吗？只要你没事，一切都值得。大夫呢？快叫大夫！大夫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剑上有毒，要先处理入体的毒血。只是带在途中救治工具简单，目前处理起来有些困难。除非什么？你快说啊！除非有人用嘴吸出体内的毒血，但两人皆会中毒啊！大夫，你快看看他！少夫人，刚才吸出的毒血缓解了身体体内毒的蔓延，但余毒并未根除，必须尽快回京中医馆救治。你体内也有些血，回去后也要尽快治疗。谢谢大夫。紫菱、陈叔，送一下大夫。裴如意，只要你人没事就好。我不跟你生孩子了，我们好好培养感情。我不知道你说的相爱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只希望你能够长命百岁陪在我身边，相守一生。主子，得到消息，说世子回乡遇到杀手，中了带毒的剑身亡。裴如言，看来你还是逃不过早亡的命运。沈香凝，你不是很得意吗？我看没有了裴如言，
你还能怎么样？主子，这是世子夫人母亲的灵位，不能对逝者不敬啊！不敬？我不但要对她不敬，我还要把她烧了，给我娘解气。主子，虽然世子死了，可世子夫人还在啊！冷静，如今裴如眼一死，我马上就是世子夫人。上一世因为没有子嗣，没有丈夫撑腰，让我受尽屈辱的日子，我终于能够报复回来。这一世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这可是国公府的牌位啊！老夫人，佘妙仪，祠堂重地，你还敢放肆？不是让你禁足吗？跪下！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这个疯女人，给我捉住！你们这帮狗奴才，敢抓本世子夫人，狗命都不要了吗？如此张狂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什么世子夫人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心存歹念，不思己过，还敢在祠堂胡作非为！你莫以为嫁到了国公府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？轮得到你做这个世子夫，你还差得远呢！母亲，我劝你啊，对我好些。这如今裴如眼遇刺，性命不保，他沈桑宁膝下无子，以后我的夫君自然就是世子了。难道你想让整个国公府都断送在你手里吗？说什么？嬷嬷，快去打听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，老夫人。母亲，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这以后呀，整个国公府都是我说了算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连你都只能看我的脸色行事。对我好些，或许我作为儿媳，以后能让你呀少受些罪。你少在这大言不惭！言儿有侍卫护身，岂会遇刺不敌？老夫人，奴婢刚刚打听清楚了，世子确实遇刺，如今性命贵宝，生死全看造化了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叫府医！少夫人，您也中毒了，要不然还是先去医治吧。我哪都不去，我要等夫君回来。夫人，我现在给世子施针，能不能醒过来，就看这一下。裴如意，你一定要醒来。夫君，夫人，我要哭了。我这幕后周全，定不会食言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世子，夫人这是为了救你，将体内毒血吸出，体内留有了残毒。我这就为夫人去写几副解毒的方子，保证服几个疗程就好。夫人，你为了我何必？夫君，你可以舍命救我，我也可以。我救你，是因为你是我心爱之人，我在你心中也是你心爱之人。再说了，你是我的夫君，我做这些是应该的。我还想仰仗你保护我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身处险境而无动于衷呢？原来他只是以我是她丈夫才如此。你要去哪儿？大夫说了，你要好好养伤，不可乱动。我遇刺的消息定会传回府中，母亲知道了，一定会心急如焚。我得回去报个平安，稳住国公府。你好好休息，交给我，我会回府给母亲报平安。
少夫人，出什么事了？少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。二少夫人她不仅把祠堂给打砸了，还说世子遇刺身亡，老夫人都被气得晕倒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而且什么？你快说啊！而且二少夫人还把少夫人母亲的灵位给烧了。母亲的灵位？二少夫人现在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她。那边。二郎去哪儿了？奴婢回来的时候，听说二公子去了军营。记得上一世几日后，裴彻因猎场上救驾有功，得到陛下嘉奖，宣布承袭世子之位。那我倒是也顺理成章成为世子夫人了。沈桑宁呀，沈桑宁，这辈子你就看我风光无限吧。万一世子没死，回来了怎么办？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裴如颜死了，那是板上钉钉的。你且等着你的主子成为世子夫人吧。你跟着我呀，就平步青云了。沈妙仪，谁给你的胆子，胆敢把我娘的灵位烧了？少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我就是烧了，那又怎样？一个低贱出身的商贾之女罢了，怎么配入国公府的灵堂？沈桑宁，你敢打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动国公府世子夫人。什么世子夫人？这裴如颜都已经死了，马上呀，我家的二郎就会袭爵，到时候我才是这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。闭嘴！裴如颜活得好好的，你少在这儿造谣，引起府中慌乱。裴如颜活得好好的，那他怎么没来？怎么是你在这里？他受伤养病，过几日便会回来。沈桑宁，你就别找借口，强装镇定，还不快把他给我拿下！不然等我成了世子夫人，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沈妙仪，你破坏祠堂在先，弃病婆母在后，如今更是不把世子放在眼里。等裴如颜回来，我看你到时候如何收场！你少拿裴如颜吓唬我！马上我就要成为世子夫人，到时候这整个国公府都是我的，谁还敢不敬重我？沈桑宁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来人，拿火盆来。呀，沈桑宁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沈妙仪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处理掉碍眼的东西了。来人，找个人牙子把它给我卖了。沈妙仪，你定会后悔今天所做的一切。吵死了，还不快把他带下去！我看谁敢！看谁敢！沈妙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世子殿下，都是二少夫人让我们这么做的，我们也只是听命行事。来人，把这些大不敬的仆人给我关进柴房，今后发落。如也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沈妙仪，你不仅大逆不道，损毁祠堂，还不敬长辈德容有失，根本不配留在公府。今日我做主，把你流放到庄子上，孤独终老，永生不得悔。不可能！为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上一辈子已经死了，你是死了的，为什么也没有死？我的世子夫人之位，不能就这么没了？为什么他的命可以这么好？为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他轻轻松松就能得到？他差哪里了？我比他差哪里了？不！二公子，世子和夫人又在二夫人房中欺负他呢。这毒妇趁我不在又去欺负妙妙。
没事吧？二郎，我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得罪了姐姐，她竟然带着世子来逼我。以我的了解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以你的了解，你什么了解？你对沈桑宁能有什么了解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你都觉得他没问题？凭什么？小心！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桑宁和兄长，他们怎么会？二郎，你刚刚为什么要帮着沈桑宁说话？明明我才是你的妻子呀！你是我的妻子，宁宁是兄长的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人，把二少夫人给我关进翠竹院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得外出。我们走。二郎，你刚刚为什么不保护我？你为什么要替他们说话？你有没有把我这个妻子放在心上？有没有？姑父，还敢无理取闹！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夫人，我去母亲那儿一趟，报个平安。你先回院中等我。夫君，来人，快叫府医！沉迷在你清澈的眼睛，是途中最难忘的风景。好熟悉的名字。无人可比你那些往昔。她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姑娘吗？少夫人，这药都煎了2遍了，世子还不喝可怎么办呀？交给我吧。子玲，世子刚才喊了好几声泱泱，你去帮我查一下他是谁。是，少夫人。心也不再泛起涟漪，天灯亮起，相聚别离，人来人往中更替，翻山越岭寻一个你，步步此生，步步相遇。只要你能想，哪怕是要成全你和你，只为独你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二少夫人还想回去，过2日你就要被流放庄子了。若有了偏差，我们可担不起。素云，素云，主子，见我被关，你是不是去沈桑宁那儿谄媚，要去他房中？没有，奴婢没有。奴婢听说子玲在找一个叫泱泱的，我听说这名女子是世子殿下昏迷的时候叫出来的名字。奴婢确认清楚，马上回来同您汇报了。原来这裴如眼心中另有他人呀，怪不得我上辈子会被裴如眼冷落，看不出他还是如此长情之人。两世都心甘情愿为那女子守身。主子，咱们也要跟他打听打听吗？不用，添堵的是沈桑宁，我们只需要看他的笑话就好。你去伯府把我娘请过来，告诉她我有要事相商。是。沈桑宁，你现在是世子夫人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跟我上一世一样，被裴如烟冷落，最后孩子都没有，下场凄惨。只要我现在牢牢守住裴彻妻子的位置，等我生下了孩子，这世子夫人的位置迟早都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妙姨呀，这是怎么了？
怎么被关在院子里，不能出去了？娘，都是沈桑宁，都是那个贱人害我被禁足的呀！娘，你也知道，这之前二老都是对我百依百顺的，可是现在他的态度变化好大，连我被禁足，他都未曾帮我说过半句话。娘，您经验丰富，您快帮帮我，您快教我怎么才能挽回二郎的心呀！妙妙啊，你平时都哄着彻儿一些，男人嘛，有的时候就是孩子脾气，你只要多顺着他的意，多在他面前表现得温柔乖巧些，他慢慢就会回心转意了。这是扶春粉，你拿着。有的时候，男人也是需要一点小手段来唤起他的兴趣，不过你要小心的用着，不要太过火了。谢谢娘，谢谢娘，娘可真是我的救星呀！娘这一辈子也只能从你爹那儿给你挣些微薄的家产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是名正言顺嫁到国公府的，只要比那个沈桑宁先一步给国公府生下长孙，母凭子贵，你的地位才能稳稳当当。娘，你放心吧，那个沈桑宁呀，她生不出孩子的。你为什么如此确定？娘，我可听说呀，那个裴如眼真正喜欢的是一个叫做泱泱的女人，她连昏睡的时候可都喊着那个女人的名字呢。这入府呀，已经3月有余，她都未曾跟沈桑宁同房。她现在瞧不上沈桑宁这个贱人，以后呀，也一定瞧不上。泱泱，我怎么觉得这名字这么耳熟呢？我一定会比她先生下孩子的。妙姨呀，泱泱不是别人，泱泱是沈桑宁啊！什么？当年沈桑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，就经常唤她为泱泱。自她母亲去世以后，在府中，你爹也是不待见她，这个名字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。泱泱是沈桑宁，泱泱是沈桑宁，泱泱是沈桑宁！为什么？妙姨，你这是为何？为什么又是他？他怎么处处都要阻碍我？原来上一世裴如烟冷落我，造成我悲惨人生的人是他，凭什么我2世都过得不如他？娘，你帮帮我！娘，我绝对不能输给沈桑宁，我绝对不能输给他！孩子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会不帮你呢？只要你以后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你让我干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好，娘，5日之后就是京郊围猎了，到时候沈桑宁他一定会去的，可以在他的马上做手脚，我们让他连人带马一起摔死在悬崖下面，一了百了了。这会不会太过了？娘，你就忍心看着我一辈子都被他踩在脚下，我的孩子一辈子都被他踩在脚下吗？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跟我的孩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呀！娘都听你的。你身体还没好利索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围猎过2天就要开始了，圣上让我去盯着点，避免发生意外。可是你的病还没好，就不能……放心吧，我处理完会尽快回来。主子，马车到了。走了。宁宁，世子已经外出处理公务，二弟等他回府之后再来吧。宁宁，我是来找你的。二弟，请注意你的身份，宁宁也是你可以称呼的吗？
宁宁，我从上次被砸后，脑海中就一直闪过我们曾经在一起的片段。莫不是把他砸得有了前世记忆？我闭关了几日，想清楚了，是我娶错了人，我娶的不该是沈妙意，而是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就成为了兄长的妻子。这一切还来得及，我们闭嘴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是你的长嫂，你若是再这样，我可要叫人了。宁宁，你不是我的嫂嫂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是宁宁。裴彻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府中可都是人，我们是兄嫂关系。宁宁，你现在想不起来没有关系，你信我，我们曾经真的很相爱。上辈子我忽视你太多了，上天给我这个机会，一定是让我弥补错误。我们应该重新开始的。放手！不放！宁宁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真的在一起过，相爱过。我知道你耳后有一颗痣。裴彻，那只不过是你说服自己的原因罢了。你以为我还是上辈子为你尽心尽力的沈桑宁吗？上辈子我为你做的那一切，都得到了什么？你上辈子终究只是上辈子的事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上辈子让你受了太多委屈，但我是真的爱你，你信我。裴彻，你错了，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你自己罢了。不，你之所以会恢复记忆，过来找我重归于好，不过是因为你觉得沈妙仪给不了你多少的帮助，而你这辈子过得没有上辈子顺风顺水罢了。不是的，宁宁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想要弥补从前对你的伤害。宁宁，我知道，我是了解你的，你是爱我的，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我们的感情的，对不对？裴彻，上辈子嫁给你是因为所有人都教导我，丈夫是天，夫妻应该荣辱与共。我应该管理好内宅，应该做一个贤内助，成就丈夫的一番事业。而我为你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这个原因。直到我遇到裴如烟，我才知道我跟你之间那根本不是爱。你和我之间的不算爱，那你就认为你和兄长之间是爱吗？裴彻，你听不明白吗？我不爱你，我也不可能跟你重归于好。沈桑宁，你不要太天真了，只有我才是真正爱你的。你以为兄长他真的爱你吗？他心中早就有了别人，他永远不可能爱上你。裴彻，你不要再挑拨离间了。我和夫君的关系很好，也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。请你离开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不要以为我在骗你，兄长不爱你的证据就在这里。宁宁，我才是世间最爱你的人，兄长他根本不爱你，你一定是被兄长给骗了。裴彻，你疯了！宁宁，你看，这便是兄长日思夜想之人。我与夫君相识较晚，若早年有心爱之人，实属正常。你也是三妻四妾之人，你有何资格说这些？你别再自我安慰了。这些都是兄长珍藏多年，都是那女子的物品。他每年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，专门找人修缮。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你拿这些东西特意给我看，无非不就是想要刺激我吗？无论你说什么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不可能相信的。这香囊便是那女子所赠，即便已经失去了香味，兄长也倍感珍惜。还有这手绢，据说是那女子亲手所绣，前些年我只是碰了一下，便遭到兄长的严厉呵斥，可见兄长对她用情极深。裴彻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这不是我幼年时
在金陵缝制的帕子吗？这不是……小姐，你还有这耳坠呢？兴许掉哪儿了吧？我的耳环吗？还有这耳环，也是那女子的物品，哪怕仅剩一只，兄长都会仔细收好。这些都是我的物品。原来裴如眼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我。宁宁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兄长会收集爱慕女子的物品，以后我也会仔细收集你的东西的。不哭。宁宁，你为了兄长竟如此上心，你放心，等你回到我身边，我这辈子一定会让你做全京城最幸福的姑娘。少夫人，子菱，裴如眼呢？我要去见他。我刚想和您说呢，陈叔说这2日狩猎场繁忙，世子就不回来了，到时候直接和夫人在狩猎场相见。好，那就狩猎场相见。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。子菱，狩猎场毕竟风寒大，你去准备些袄和汤婆子。我去马车上等你。好。世子夫人对不住，谁让你得罪了人？有人想要你的命！等等，谁让你走的？主子，柳夫人说一切顺利。沈桑宁，这次狩猎场你就等着有去无回吧。主子，不好了，我去接夫人，得知夫人被人接走，如今往悬崖去了。什么？珍珠，你去跟少爷说，我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能参加狩猎了。等狩猎结束后，我主动请罪。刚刚夫人还在呢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你是怎么做守卫的？已经派人快马加鞭通知世子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沈桑宁出什么事了？有人冒充马夫，将少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坏了，前面就是悬崖。夫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知道什么人在你的马车上动了手脚，你的马车失控了。我得到消息看来，幸好没有驶向悬崖。我们掉到山洞里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放出信号弹，明日陈叔就会带人来救我们。夫君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原本就有旧伤，又为了救我掉下山崖，万一……夫人，我真的没事。夫君，你不要总是把我推开。我们不能，这是2个相爱之人才能做的事。夫君，你看，他一个在盒子里，多孤单啊！一对才好。夫人这，夫君，
自与你成婚之日起，我便只想着诞下子嗣，以作依靠。后宅中的女人皆知母凭子贵，我亦不能免俗。我原以为与你成婚，即便没有感情，仍可相敬如宾，平淡度日。然而与你相处后，你的温柔体贴，你的次次舍命相救，皆让我心动不已，只想跟你此生携手白头。至于那子嗣之事，已然不重要。但是阿言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，你我早就相识，你就是我小时候在外祖家救下带在身侧的小哑巴呢？夫人，从你出现在我面前，让我跟着你，你保护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你了。那时我尚未建功立业，在你眼中还是个小哑巴，我怕。哎呀，我俩是两情相悦，并非你一个人独自暗恋。先前同房，并没有仔细看你的伤口，我想看你身上还有精灵留下的伤口吗？有你，背上没有伤，都治好了。好像我第一次见你被打时，并没有喊疼。我那时候觉得你是个不屈的人，后来才知道你是哑巴。那时你在想什么？就算不是哑巴，也不会好。我要让他们痛。这个呢？当时你喊疼了。这里疼，我以为你厌恶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不要回头了。你为什么喊我泱泱啊？我不能换吗？夫人的小字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字？你干嘛？夫人幼年不是告诉我，这是岳母从小唤你的名字吗？我有说过吗？我不是在山洞吗？怎么在新婚夜？这是做梦吗？你看起来很高兴啊。夫人不开心吗？我还好。我与夫人只见过寥寥数面，夫人或许不太了解我，但今后我们可以慢慢了解。夫人嫁给我，不用顾虑太多，你想做什么，喜欢做什么，我都不会阻拦。若以后遇到阻碍困难，只管交给我。按照祖制，新婚夜时要，但是你我二人还不相熟，夫人。我愿意。你愿意？那你心悦于我吗？这时候纯情的裴如也真好玩，又正经又好欺负，还要装深沉。我心悦夫人，此生
绝不拿尔妾。那我们熄灯，开始吧。等一下。交给小。好了。你是自己脱，还是我帮你脱？先亲脸。哦，好。你不会还要我教你吧？教？新婚夜，你说你心悦于我，你记起来了？世子、夫人，你们是否在洞中？陈叔来了，走。陈叔，昨天那匹马还有那个马夫，立刻派人调查清楚。世子放心，我定会仔细查的。世子，属下已查明，那马夫一经拷打，全都招了。是二夫人的母亲柳姨娘指使他这么做的，目的就是要少夫人的性命。这镯子就是从马夫那里搜出来的，说是收买马夫的物品，已确诊是二少夫人的贴身物品。二少夫人谋害世子夫人，证据确凿，目无法纪，押送监牢。是。这二郎多日不来，我得想个办法才行。主子，二公子往这边过来了，肯定是过来找您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素云，快帮我上妆，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好。主子，您这般模样，二公子肯定会被你迷住的。二郎，今天我定要让你回心转意。要不是天还没黑透，我还以为我进的是什么秦楼楚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我都是夫妻，贬低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二郎，闭嘴！凭什么喊我？恶心！那我就喊你夫君。为什么要伤害宁宁，置她于死地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。还装！沈妙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我夫妻，我留你过一夜，这在情理之中吧？你竟然还妄想我与你同寝！今晚，我只想要一个孩子，我以后都不会再纠缠你了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二郎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。你刚才撒的是什么？覆唇粉呀！二郎，你今晚只能与我同寝了。滚！海彻，你是不是喜欢沈桑宁那个女人了？你是不是要替她守身如玉？与你何干？喝水有用的话，还用药干嘛？你到现在都想着沈桑宁，我告诉你，她到死都是裴如眼的妻子，是你的长嫂。宁愿自伤自己，都不愿意碰我，为什么？马夫已经招供了，你和你母亲就在牢中相聚吧。二郎，海彻，你就这样厌恶我吗？梁氏，我都是被丈夫厌弃的女人。沈桑宁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？为什么你没有被摔死？为什么我想要的最后都是你的？
宁宁，你嫁给兄长一定是有难言之隐，我只要看你一眼就好。我吵醒你了。今日还不是母亲规定日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我自己夫人房中，不是天经地义。夫君，我想你了。要不，前几日从山上回来，我便腰酸背痛的，都怪你太用力了。哎，来人！世子，有刺客吗？没有，跪下。裴彻，他有病吧？怎么还敢听强讲？跪下。裴彻，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？兄长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其实，我是来找你的。你来找我，从门外这样走进来。这是我不对，是我急着见兄长，我怕您不见我。但是兄长放心，我才过来，其实什么也没听见。这就是你给我的解释吗？兄长，我绝对不会乱说的。你怎么回事？沈妙仪对我使了些手段。你被下药了，直奔我的房中。我只是想让兄长为我做主，我一定休了那毒妇。你不该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吗？你的后院里面不缺你心爱的。兄长，我不愿意因为算计而做那种事。裴彻，这句话真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。兄长，我有些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今夜之事，你倘若敢说出去半个字，兄长放心。夫君，你喝水吗？夫君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裴彻在发什么神经。夫人，别着凉了。夫人，你这么好，我可舍不得让别人看见一眼。是不是二郎？是不是二郎想回来救我？我就知道，他对我还是有情有义的，他不会看着我被流放的。还当自己是国公府二少夫人？这是国公府送来的休书，明日就押送宁古塔。娘，我这两世都做错了吗？夫人，该去前院同母亲吃饭了。沈妙仪收到裴彻的休书后，就在牢中撞墙自尽了。我能不能给他立个衣冠冢？
沈妙仪对你痛下杀手，你还想给她利益关注？她从小就被柳姨娘灌输要处处和我做比较，跟我争强，一定要过得比我好的观念。她的思想就一直这样被禁锢着，所以她会做这些事，也不完全是她自己的原因。你就是我的姐姐。你跟他说那么多做什么？妙妙，你要记住，他是你的敌人，他身上流着商贾的血，是上不了台面的。你只有比他好，娘才能过得好。既然他偏爱争强，成婚那日，为何又心甘情愿地嫁给裴彻呢？谁知道呢？兴许他试过了呢。今生与前世相比，已然天翻地覆。上辈子裴如眼早早离世，而如今，他好好的站在我面前。倘若你没有娶我，会怎样？我怕会抑郁而终。他上辈子郁郁而终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错过。来人，没看见你。嫂嫂冷吗？还不快拿汤婆子来！我倒不知二弟什么时候这么贴心了。大哥还不够了解我。孝敬长辈，二弟这是长大了。明明妮妮是我的妻子，凭什么是兄长在她身边举止亲密？看着你们夫妻俩恩爱和睦，我也放心了。好阵子没有这样一家人团聚了，往后的日子一定要同心同德，再不能让任何事端破坏家庭和睦了。夫人，我来帮你拿上。二弟，如今你这般年岁，也该为自己担责了。我在军中为你疏通了不少关系，你出去历练，在外面闯荡几年，见见世面，到时候回来凭自己的本事，在朝中谋个一官半职，将来分府自立门户，也算是为母亲分忧解难。兄长，我不愿离开，我本来就没什么大志向，在家中挺好的。母亲刚病愈不久，我想多照顾她些。彻儿真是长大了，但燕儿说的不无道理，你总归是要自立门户的，能见见世面，学学本事，将来我也能少为你操心。母亲，夫人，你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来人，快叫府医过来！燕儿啊，我看你媳妇儿啊，像是有了身孕了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世子，少夫人确实是有了身孕。燕儿，你要做父亲了。没关系，今生不做丈夫，我也可以保护妮妮。兄长，我愿意出去历练，保护家里人。